上一集讲到，在人群中你勉强抽了第一支烟，但其实你并不喜欢烟的味道。就这玩意儿，我怎么可能会上瘾？但尼古丁在悄悄改变你的大脑，刺激多巴胺等神经递质的分泌，你会感觉平静、舒适、满足。随着持续的抽烟，你从不喜欢慢慢开始喜欢抽烟。但即使抽烟的时候，其实你的愉悦感和普通人也差不多。差别在于，在抽烟之前，你会觉得空虚、焦虑，情绪会陷入低谷，必须通过那支烟才能缓解。但普通人不需要经历这样的波动。比如，烟瘾者早上刚醒，通常就想抽烟，因为睡眠时尼古丁供应不足，会有尼古丁戒断反应。这时点上一支，如痴如醉。而如果手里没有烟了，会上蹿下跳，抓耳挠腮。这就像电影你看得正起劲，最精彩时突然没电了。这是抽烟者的舒适度曲线。刚睡醒，尼古丁供应不足，抽上一支，感觉马上变好了。尼古丁作用过去之后，舒适度又在回落，没关系，再来一支。就这样不断起伏，但你会认为是抽烟让你变爽的。问题在于，普通人并不需要抽烟也能到达这个程度的愉悦感。这是普通人的舒适度曲线，他们不需要尼古丁，睡醒后浑身的轻松愉悦，因为睡眠就在修复身体。这就像毒瘾者犯瘾时上蹿下跳，抓耳挠腮，终于打了一针，舒服了。但你会觉得这是很爽的事情吗？但吸烟者每天都来干同样的事儿，所以吸烟并没有解决问题，反而在制造问题。如果反复使用尼古丁，身体会一直分泌这些神经递质吗？不会的，身体都有耐药性。如果依靠尼古丁榨取多巴胺，多巴胺等神经递质的分泌就会慢慢减少，这会产生两个变化。第一，尼古丁有效时间会越来越短，你想到达原有的效果，需要不断加大用量和频率。第二，随着神经的钝化，你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愉悦和宁静会减少。比如刚吃完饭，正常人都会产生饱腹的愉悦感，吃饱了，很开心，多巴胺已经足够，很满足。但烟瘾者体会不到这样的愉悦感，他们会觉得空虚，因为缺少多巴胺。他们还需要再加一个步骤，所谓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。这是吸烟者的错觉。但即使如此，烟后的愉悦感也只能达到普通人的程度，只是吸烟者又会误认为这愉悦感是香烟带来的。同样，下班后休息时，普通人都会有愉悦感，这时的多巴胺水平比较高，但烟瘾者为了达到普通人的愉悦感，就必须来上一支。烟瘾者依靠尼古丁榨取多巴胺，慢慢的，原来人感受到的幸福感就会褪色，而且精神状态会一路下滑。尼古丁并没有帮助他们得到快乐，于是只能频繁的吸入更多，干活累了来一支，心烦了来一支，开心时再来一支，痛苦了再来一支。因为你成瘾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戒吧。于是你开始了戒烟之旅。戒烟，首先你要真的想戒。你真的想戒吗？为什么要戒烟？因为吸烟有害健康吗？你知道世界上谁最清楚吸烟有害健康？对，医生。但男医生的吸烟率为 40%。吸烟有害健康现在已经是常识了，烟民不会劝自己的孩子抽烟，医生也不会劝病人抽烟，他们很清楚这样不好。但到自己身上的时候，烟民会自动过滤这些信息，他们深信香烟嘛，我随时能戒掉，在我得病之前肯定就不抽了。我们回头看烟瘾形成的过程，先是有抽烟的欲望，不管是因为好奇还是社交，或者是装酷，或者认为抽烟能提神能更爽，身边很多人都来抽，
这些都是欲，是欲望开的头。随处能买到的香烟，或者别人递过来的烟，抽烟很容易做到，你有这个能力。相比于其他毒品，香烟太容易得到了，在尼古丁的作用下很容易上瘾，这都是能。周围经常有人抽，你在经常提醒你来一根。偶像明星也在抽，还有文化的洗脑，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。所以你在饭后，在任何你能联想到抽烟的时候，都会来一支。这是念，意念，想的这事儿。这就是抽烟的欲能念。之前我们讲过人类的行为规律，欲望越强，能力越强，做起来越容易，你自己你周围的环境越经常提醒你这件事儿，你做这件事的频率就越大。抽烟是这样，药物是这样，玩手机是这样，任何上瘾的事情都是这样。所以你想养成抽烟的习惯，就要提高欲望，让抽烟更容易，经常提醒自己抽烟，这样抽烟就会越来越频繁。现在想要断除烟瘾，想戒烟，还是同样的，也是欲能念，只是反向操作。欲是你真想戒烟，你不想戒，那谁都没办法。你为什么想戒烟呢？虽然很多宣传海报把香烟和骷髅放在一起，画面很恐怖，每包烟上也都写着吸烟有害健康，但对于大多数烟瘾者来说没啥用，这样只会让烟瘾者更焦虑，焦虑了来一根，它们会自动过滤吸烟有害健康的信息。你或许要问问自己，我想有个好身体吗？想把自己辛苦半辈子的积蓄都送给烟草公司，送给医院吗？我想到处找吸烟区，想继续忍受别人嫌弃的目光吗？我想每天起床时嘴里苦涩带着口气吗？我想跟亲爱的亲近时，对方嫌弃我身上和嘴里的味道吗？我想每天出门前都要检查是不是带烟带火吗？我抽了这么多年，花了这么多钱，又得到什么呢？抽烟的确有百害而无一利，没有任何好处。对，没有任何好处，除非你是烟草公司。很多烟民的借口就是烟草公司是国家的支柱产业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是的，是支柱产业。你知道烟草公司每年纳税多少吗？你知道烟草公司和阿里、腾讯比纳税谁多谁少吗？2023年，中国烟草纳税 1.5 万亿，而且每年都在稳定增长。这税额相当于67个阿里，35个腾讯。烟草公司的确是烟民们养活的，但问题是，烟草公司也不管你死活呀。不，重来。但烟草公司也不关心你呀，他们只会让你早点死。根据世卫组织估计，全球每年因烟草死亡的人数高达800多万，其中中国占1%，每年要死100多万。跟不吸烟者相比，吸烟者的平均寿命会减少10年。有人可能会问了，既然香烟危害这么大，死了这么多人，为什么现在还有这么多人抽烟呢？为什么不禁了呢？上面说了，中国烟草一年纳税 1.5 万亿，还能提供大量的就业，代价是要死100多万人，而且这100多万人是完全自愿的，这是合法的。换个角度来看，你会禁吗？烟草只是生意，你生病也是生意，甚至连死亡都是生意。烟草行业的确是支柱产业，但你希望成为支柱的炮灰吗？你看，假如一包烟20，每天一包，一年就要7300，如果你抽20年，就是 14.6 万。重度烟瘾者可能会说，一包烟20，我买得起。那如果你给我5万，以后你抽的烟我全包了，你同意吗？亲，5万现金能买到15万的东西，你绝对赚了。但到现在为止也没人同意，因为抽烟者
根本不去想自己长期会花多少钱，这是故意忽视，是花钱买罪受。如果你不抽了，你省了15万，哪怕你把1/10给我，我还会谢谢你，还能持续做优秀的内容，我们一起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，对吧？耶，双赢。你不要指望哪个国家医疗机构会真正支持戒烟，实际上也没人拿刀逼你抽烟，只是使用了尼古丁这个暗器。世界上没有救世主，我能告诉你正确的方法，但能救你的只有你自己。另外，烟草的危害性在这几百年里并不像现在这么清晰。烟草在早期曾被视为神药，用来治疗多种疾病，后来商业化，烟草变成了卷烟，在广告里抽烟被塑造成新潮和酷的形象，简直成了帅哥美女的标配。1949年，科学家理查德·多尔已经证明抽烟和肺癌有因果关系，这个研究成果在当时震动很大。但烟草一直是个利润丰厚的行业，成瘾的生意就是印钞机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当然也能造出很多成果来证明烟草对健康有益。各大烟草公司资助各种科研机构，资助各大明星竞相证明和展示抽烟有多健康，抽烟有多爽，抽烟有多酷。所以在千禧年之前的50年间，即使科学已经证明了烟草的危害，但两种相反的言论轮番上阵，抽烟或者健康或者有害，各有证据。大众被这两种言论弄迷糊了，各有各的支持者。为了税收，领导们也拿人手短，吃人嘴软，就像现在的情况。但在越来越多的案例和证据面前，真相也越来越清晰。吸烟的确会导致肺癌，有直接的因果相关性。所以你要弄清楚，你为什么要戒烟。烟瘾者决定戒烟并不容易，因为他们都有一套必须抽烟的理由，需要进行一一反驳。所以问题就是，你为什么要抽烟？烟草是国家经济支柱，匹夫有责，所以我要抽烟。这么伪光正，他们根本不关心你死活，只想赚钱而已。别傻了，下一个。我需要抽烟进行社交。不抽烟照样社交的人多了，你要解决的是社交沟通技巧，而不是抽烟。下一个。人反正会死，但总得有个爱好吧，总得让自己爽吧。当你到了朋友家或者陌生人家里，你先要四处打量，看有没有烟灰缸，如果没有，你只能强忍，实在忍不住了，只能厚着脸皮问，我能不能抽烟？不管主人是同意还是不同意，你觉得这样爽吗？那你不爽的难道是那些不喜欢抽烟的人吗？你可以爽，可以享受生活，爱好有多种多样，非得作死吗？如果真的很爽，你会让自己的孩子抽烟吗？别骗自己了。下一个。抽烟很帅。是的，烟草公司每年都要拿出很多钱来展示抽烟很帅，这是营销，是洗脑。一个被人操控的人一点也不帅，只有身心自由的人才是真帅。下一个。我想戒烟，总有一天能戒掉，但不是现在。为什么不是现在呢？饭后一支烟，赛过活神仙。抽烟现在就能让我更爽，能缓解压力，缓解焦虑。至于死，那是以后的事，也说不定的事儿。你看，邓公和张学良抽烟照样长寿，戒烟以后再说。抽烟看上去能让你更爽，能缓解压力，缓解焦虑，但这些都是错觉。抽烟不像吃饭和睡觉，每个人都需要吃饭和睡觉，这是身体正常的需求，也是生存的必要条件。当你吃饱之后，睡足之后，你就有愉悦感。吃饭不会制造饥饿，睡觉不会制造疲劳。前面已经说了抽烟上瘾的机制，这是抽烟在制造压力，制造焦虑。至于个别抽烟者长寿，那是幸存者偏差，你要看概率。人中彩票特等奖的人永远是极少数，不要过分自信。抽烟会伤害你的健康，
这是100%确定无疑的。如果下一支烟肯定会引发癌症，就像我爸那样，60刚过，然后经历一次次化疗、放疗，花光一辈子积蓄，甩下家人，甚至可能欠下一屁股债，你觉得这样好吗？而且戒烟并不意味着你要放弃快乐，其实你不需要放弃任何快乐。戒烟并没有你想象的那样难，只是很多人不知道正确的方法。像这样抽烟的理由有很多，要把这些观念全部扔掉，来一个杀一个，人挡杀人，佛挡杀佛。这就是形如工画师，能画诸世间，五蕴悉从生，无法而不造。之前我们反复在说对五蕴的厌患离，你可能觉得我懂了。当然具体的事情上，人们非常容易自欺欺人，被人欺。现在就是在对抽烟进行厌患离，最后确认抽烟是疾病，是脓肿，是毒刺，是杀害，是无常败坏的，是空的。但你放心，我不会强迫你戒烟，也不会拿吓人的影像恐吓你。所以如果你不想戒烟，随时可以停下来，是不是戒烟你自己决定，不要有任何心理压力。即使你不想戒烟，我也不会从屏幕里爬出来把你的烟给掐了。你看视频我也没收钱，对吧？你顶多是多花半个小时了解戒烟的方法，半小时买不到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我会告诉你戒烟的方法，但最终的决定靠你自己。还是回到刚才的问题，你需要吸烟吗？不，你当然不需要。你需要戒烟，这是欲。再说能，就是提高戒烟的能力，增加戒烟的容易度。你可能会认为戒烟太难了，我的意志力不够，这我干不了。其实任何一位有烟瘾的人都有很强的意志力，否则谁能忍受这样难闻的味道？能坚持下来的都是战士。你的意志力肯定高于普通人。正确的戒烟方法根本不难，也不需要多少意志力。很多人错误的使用意志力来戒烟，比如控制自己一天只抽2支烟，或者我忍，认为只要过了足够长的时间，烟瘾就会自动消失。那需要忍受多长时间呢？你以为突然有一天漫天神佛就会过来给你颁奖，善哉善哉，你戒烟成功了？别妄想了。这样的方法很痛苦，因为尼古丁会一直在诱惑你，折磨你。亲，再来一支吧，再来一支吧。很可能在得到健康和经济奖赏之前，你已经被戒烟的沮丧打败了。你所等待的只是戒烟再一次失败的那一刻，你屈服的那一刻。一些人已经把烟戒了一段时间，但会出现一个奇怪的念头，我试一下是否真的戒掉了。于是他们又点燃了一支烟，吸了一口，这玩意儿有什么好上瘾的？于是又开始了新的轮回。你可能在观看这个视频的过程中还在抽烟，这没关系。但如果你决定戒烟，在你熄灭最后一支烟的那一瞬间，戒烟就已经成功了。你要做的就是不再点燃下一支烟。你的未来只有2种可能，香烟只有0支或者无数支。只要你点燃了第1支，就会有第2支、第3支，那一支烟值15万。所以你很清楚，你不会再点燃下一支烟。你曾经上过一次当，但你不会再上第2次当。在这之后还要注意什么呢？请听下回分解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感恩老师，感恩作为阿罗汉，感恩大家花时间听法思维，愿大家能去除种种瘾，真正得到自由。欢迎大家关注公号你好阿涵，只跟你说不忽悠，可实践的正念冥想，可以解忧，唯有阿涵。欢迎点赞、转发、关注、充电，欢迎加入频道会员，把视频传播给更多的人。愿您平安吉祥，一切顺利，谢谢。